今天是星期五晚上，今天是礼拜六，然后你们知道 Netflix 已经可以看《Seed Freedom》剧场版了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，赶快去看。可惜只有在日本网飞上映，没看过的只能再等下一次机会了。因为啊，你看过以后，你才知道全能攻击自由他登场的时候有多帅啊！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也让我们想起了，我们好像有个计划是要把这个 PG 改成全能攻击自由。那各位看一下哈，我们的桌面上，现在这个 PG 的骨架已经完全的打磨好了，好，这个到时候就把它喷漂亮的金色就可以了。那再来呢，上一次的这个翅膀，你以为跟第一集一样吗 ？Totally different 了，totally different 。怎么我讲英文现在舌头外掉？然后呢，为什么我把它的壳全部都卸下来？各位，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沙漏改造拼装之所以很难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当你把不同的比例、不同的套件、不同的细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变得很唐突、很突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必须去思考。你看这个零件这么素，我们的这个翅膀，把它改得这么 MV 风，这么多的细节，那这两个东西一定会很不搭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改造重点就是要结合手改以及结合科技改。科技改就是 3D 绘图加 3D 列印，但是你后面还是有手剁修模的部分。那么讲到这个手改啊，就是我们的专业了。首先呢，你要先去思考，先不用动手，你的头脑先动。这个零件这么素，那我们就要去想，我去上面画一点点线条。我们先画了一条，画了一条以后，跟 MV 还是差很远。画2条，画3条，画5条，你发现画很多还是没有跟 MV 搭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问题不只是刻线，不只是细线的增加，你可能要设计一点点短刻线，你可能要设计一点点胶板，你可能要设计一点点凹下去的东西，那个层次就会拉出来。所以你会从这个线条增加这件事情，变成平面上的改变，有没有？看我们现在在录线上课程哦，不能再说了。那第二步呢？你的脑袋想完了，设计完了 ，design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专业了，贴胶带，把这个刻线胶带贴上去，然后拿起你最爱的那把刀，无论你是 DLC Light 还是XXX0XXX，还是一般的钨钢刀，第一下都是干嘛？轻轻的划，把第一条线完美的刻出来。各位练习刻线的朋友，拜托你们注意一件事情，一次先刻好1条线就好了，然后再慢慢的去变成100条、1000条、10000条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裙甲，刻出一个完整裙甲。再来进阶呢，我们就要做一点点这个短刻线。我跟你讲今天是技巧大丰收。这个短刻线不一定要只用拉，你可以先压定位完，可以先把头尾压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短刻线轻轻的移除，然后移除以后呢，其实刻线就是什么，在把塑胶移除的一个过程而已。那你移除有时候会卡屑你要转刀换用铲。刚好越录越来越像线上课程。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开一个刻线的线上课程要教的内容。今天就是稍微的透露2招，最后呢，我们再裁切一块帅气的胶板贴上去，差不多就完成了。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 3D 绘图的部分以及 3D 列印的部分。那你们在观察全能攻击自由的时候，它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吗？它的这个肩膀不一样嘛，它的这个手的盾不一样嘛，它的炮的位置不一样嘛，它的前裙甲跟后裙甲不一样，它就换这几个零件，就变成新一代的攻击自由。我绝对不是说它公用母婆，大家不要这样乱想啊！我没有说，绝对不是说它公用母婆，绝对不是说公用母婆，绝对不是说公用母婆。那我们可以先观察这个攻击自由它的这个骨架。那这个骨架，如果你要单纯的画上去这个外壳的话，你必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做 3D 扫描跟逆向，把这个骨架还原出来这个尺寸，再去画对的这个装甲出来。那么这件事情会很麻烦的，你必须把整个骨架重新画出来。那重新画出来以后呢，我们还必须去做一些基础的量测，至少这个定位点要对，然后这个比例要对，那我们就可以试装上去看看，这样子上去的感觉，体型上合不合，帅不帅，
舒不舒服，这也是一种基本逆向的手法哈。所以哈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。那么像前裙甲的部分，我们也是把内钩直接画出来，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套上去。看转过来，细节很多，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全能攻击自由的裙甲。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盾牌设计的一个细节哈，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基础的刻线设计哈，就是装甲切割的部分。那么有时候只有刻线哈，会有点死板，那我们就会加一点圆形的元素。可是呢，这都是平面，那我们做一个这个比较粗的刻线，这个刻线呢就会产生出这个高低差的平面，让你的东西看起来更有层次。可是还是不够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做一个更浮夸的一个镂空，然后这里做一个拆件，拆件里面上下放细节，这个零件就完美了。我真的是很佩服我们这个3D 的这个绘图师啊，我们只是有一个思考，有一个概念，哇塞，它就可以设计得这么棒。更厉害的就是翅膀的部分，来看一下，好像回力表。这什么回力标？这个是，就是回力表。哦，对。上次我们太含蓄了，做很小片。好，你看这攻击自由这么大只，结果我们这个翅膀做这么小片，它原本的这个翅膀完全多出一截啊！所以这次针对翅膀的部分，我们先做一件事情，放大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用讲的这个大这么多啊，这叠上去你就知道这样大多少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用讲的，这个东西我们画好这个3D 图以后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档案呢进来架支撑。那架好支撑以后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档案存到随身碟，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啊。你万一存错了，你就会印错，所以要存对。你每次都负责这个？对，我每次负责最难的工作就是把这颗随身碟这样插入机体，然后按下 Start， 你还要倒料，那机器就那我们就把你印好了。那印好以后，我们就还是要把这些零件喷一喷酒精，然后去洗一洗，然后洗干净，然后完全固化。固化以后呢，我们才来做这个打磨修磨动作。该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列印的品质已经让我觉得它是直接可以翻成树脂来做，然后做完的强度也会比较高。但是它直接这样做也不是不可能，你必须去考虑一些关节处如果是有可能会断裂的地方，我们怎么样强化？我们可能要去考虑比较有韧性的这个树脂来列印，好让它在转弯的时候不会断。所以你们不要看这个企划好像坐在这里讲很简单，这个都是要做很多次的实验反复，然后去做。包含你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它最后一定要可以跟这个攻击自由 PG 的合在一起嘛，所以我们就得做这一个转接环。那这个转接环，你看它这个背后，这个也是要去做逆向，你看，差不多是。对啊，不能塞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以为我们上次翅膀放大就是把翅膀放大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们想错一件事情。图档里面确实有些东西我们按比例，我们直接变200%。那变200%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所有的衔接处都会变200%。那我们在修图的时候，那些地方我们就要重新调整跟设计。所以每一次的改图都会花很多的时间。那我们在做基础验证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用超音波刀切一切啊，只要你把它装上去就可以了。那甚至是我们合上来看一下，从视觉上呢来看一下，这个大小上去好不好看？大概就是这样子反复的去做实验，你最终呢就可以得到一台花费1整年辛辛苦苦做完的模型作品。等一下，你要讲什么？我们1年做得完吗？我是一定做不完的，但是我们的发包团可能做得完。智鸟特战队，我真的觉得我脑袋有洞。你们看这一坨零件，这坨零件很多然后如果这里的每一个零件都要新增刻线、增加细节、贴一点胶板，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用这一台来做线上课程。可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就每一集都是免费的，然后我们再准备另外一个线上课程，再改另外一台 PG GP01你真的有动？真的有动啊！
我们还请人家设计师画很帅的2D，然后我们再来根据这个2D告诉你们这每一条线是怎么刻，对称怎么做，好，细节怎么增加。我为什么不用这一台做线上课程就好了？现在改来得及吗？不能改啊！观众你们要看啊，有一个系列不用钱的，有一个系列要教学要收费的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我们这个系列继续执行下去，那你们就用力的看，我们就用力的做。那如果我们发现，这个没有人要看，那可能今天这一片群甲就是最后一集啊。有兴趣的朋友请关注1分钟课线教学。我们专心的去准备线上课程，好像也不错哈，也不错。不行这样子啦，我们现在20万订阅了呢，就是至少要让观众有一点这个眼福，看看我们执行这个企划能执行到什么程度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这个 PG 全能攻击之友的进度我们暂时更新到这边。你们不要看只是这小小的更新我这个熬夜做了好几个晚上，包含这些整个3D 绘图列印都要准备很久才有这一集可以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，这个全能攻击之友 HG 竟然在我们开 PG 的时候到货那么理所当然的，我们既然在做 PG， 那我们 HG 竟然买到了2盒，那不好意思，这一盒我们就不用了。不用要干嘛？你们知道吗？当然是送给粉丝啊！不然呢？我们不用不是因为他不帅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案子不然我现在在运动你现在在健身，现在在举重，已经差不多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 a piece of 50% cake， 犹如半片蛋糕这么简单。但是因为真的在忙 PG， 所以这一盒 HG 送给你们做。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这个20万 QA 的募集。那你们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留下你想问我们这个频道的任何问题。那其中一个礼物就是这个 HG 全能攻击之友。那其他的礼物呢，我们会陆续公开。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你不是要说什么 Kobe 最近怎么样？他说他一个2000订阅的粉丝团，碾杀我们一个20万订阅的 YT 频道。老哥啊，你只是碾杀阿志而已好吗？我这个小拇指正在复原中，有没有？还有一点点抖。等我这只小拇指修好，我就用它来干掉你。